将初号机用入到第13号机的怀中，再稍微操作一下第13号机的副手臂，把初号机给抱起来。最后呢，把盖乌斯之枪给推到近前。这样一个样子啊，正是新福音战士剧场版中的剧集中，真嗣父母完成真嗣最后愿望的创世纪的最终一幕。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下万代弱魂旗下 Cyto EVA 系列里的终章第13号机。本品原定于21年12月发售，但是延迟到了次年的2月。背后的橱窗里延续了 EVA 系列的传统。和终章的初号机对比呢，这次的盒子是较大的，并且外盒背面的动作和初号机正好是相对应的。拆开外盒呢，看看内部，内容物是3份的吸塑封装的内核。因为这次的玩法和配件是挺多的啊，说明书比较重要，我这里都给拍下来了。接着直接来看到第13号机的本体，需要拿出终章的初号机，我们来做一下对比。首先就是这次的肉魂第13号机的比例上啊，比初号机大了一些，但也会发现这次的差距可能过大了。动画里啊，希望和绝望的2台机体差距并没有玩具这么明显，也就是说，初号机可能还会有 3.0 的版本吗？对比看来，全新身材的肉魂比例上和 Mayfax 几乎是很接近了。虽然 Mayfax 的头身比更完美，更接近于动画的设定啊，而质感方面呢，肉魂的塑料更细腻平整 ，Mayfax 则是有种胶的感觉。在大致类似的镜头下，我拍摄了一下不同品牌小比例的第13号机，这次的肉魂乍一看真的和 Mayfax 很像啊。同时我要吐槽一下 Mayfax 第13号机脚软的问题，真是一碰就倒啊！甚至肉魂的版本脚更小，更接近设定，脚踝关节更紧实，但毕竟还是双脚站立的玩具，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配上支架来进行陈列。看完整体，细看到头部，整个第13号机可以说就是非常脱胎于初号机的设计，也确实初和中嘛。肉魂的头部分色方面，眼睛和头冠延伸都是金色涂装，且头冠有2条分色的处理。而 Mayfax 的头部头冠后方的2条黄色，就给省略了，但脚和下巴的分色又做得比肉魂好。头部嘴巴可以张开，口腔有红色上色，并且有着非常细小的舌头和牙齿的细节。脖子可动很有意思啊。可以肆意的扭动，只是观感上略有点惊悚。虽然这次的第13号机没有初号机那种脖子的联动机构，但这次特有的超强脖子可动，倒也确实是个有趣的部分。肩部拘束器的部分是经典的肉魂 2.0 配置，平台效果挺好的，但前后摆动会跟着大臂一起转动角度啊。而 Mayfax 的第13号机几乎完全还原出了设定以及动画中的拘束器效果，基本任何情况都能朝上。在动画中啊，往往 EVA 的拘束器都是朝上的。所以在可动的机构上 ，Mayfax 第13号机的拘束器是更贴近于设定和剧中样式的。肩部拘束器的造型方面呢，肉魂和 Mayfax 有着一定的大小区分，我不好评判孰优孰劣啊，因为在设定稿里这个部分也是有大有小的。上臂手肘的可动范围大概在140度左右，我们也可以按照说明书指示的图解，把肘关节拉出一部分，大家感受一下这里有多紧啊。拉伸以后呢，可扩大的屈肘范围也并不会太多，现在大概有个160度左右吧，塞回去也很艰辛啊。咔的一声以后就怼回去了，我感觉用蛮力肯定会把这里弄坏。总之，手肘并不推荐拉出关节啊。而另一对额外的副手臂安装很简单，首先要拆除目前的胸甲，需要找好施力点，接着看好替换部件的卡损部位给安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次我这款副手臂不知道为啥很紧啊，徒手并不好拆，我每次的拆除都借助了一下塑料材质的拆件器，会方便一些操作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拔朗枪的第13号机的真实姿态，但细看会发现副手臂是否有点寡淡呢？设定里的手和手部护甲是有分色的，2款玩具的涂装都有省略，外侧大臂的根部呢，黑色分色只有 Mayfax 做了出来，这块黑色还一直延伸到整条手臂的里侧，相比肉魂呢 ，Mayfax 的版本也是有做出来的。背部中间的凸起延续了 EVA 的传统造型，其实插入栓是从2侧金属红的圆形位置吸入进去的。腰部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有一定范围的可动，玩起来的手感我觉得很不错，尤其是背部会让人感觉这个腰部的机构可动很可信。而 Mayfax 的腰动起来就很迷了，内部有一层软胶，确实这样静态好看很多，但这一连串的腰部装甲的把玩呢，玩起来效果就并不是太好。胯部的下拉机构可以伸出超过以往更多的距离，应该是为了照顾这次的大腿根部造型啊。这里的装甲很大，侧踢确实很难实现，而大腿的前踢就很轻而易举了。膝盖的部分可动性也不错，而设定里膝盖关节处额外覆盖的一块紫色装甲，相比 Mayfax 的缺失，肉魂有做出形状，但没有分色。脚部的造型和老 EVA 区分较大，脚踝的装甲可轻微让出空间，但脚依然只有轻微的可动，聊胜于无吧。看到脚底细节，相比动画里的设定，似乎涂装发生了一些变化。肉魂是增加了鞋底边缘一圈的黑色分色，而 Mayfax 呢做了一些勾线的变化。
这样本体的第13号机我们就基本玩赏了一遍。这款第13号机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次第13号机的上漆环节里啊，部分的绿色和之前的初号机是一样的，也用了荧光色的处理啊。接着我们来看看这次还挺多的武器配件。首先要吐槽的就是完全塑料成型色的朗枪啊，拼接的部分还有个防弹设计还不错。明显的看出，同样是小比例 ，Mayfax 和海洋堂的表现都会好很多。金属红很正。插播看一下手啊，两对手臂的造型手各自都是不同的涂装。这里朗枪配合手型，再加上这个矮矮的自带的底座，利用这3样，我准备把第13号机搭载出一个拔枪的造型。摆好动作以后，慢慢的把朗枪插入到手型里，长枪插入4只手的这个把玩过程啊，我获得了非常大的满足感啊，不知道为啥，就是很高兴。总之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拔枪的第13号机。同时，这盒套件里还配了一把卡西乌斯之枪，应该是为了方便那些没买中章版初号机的玩家啊。RS Hopa 储存器是一个安插的形式，安插很简单，但拔除的时候记得要拿稳肩部计数器。细节上 ，Mayfax 版本的 RS Hopa 模组还原出了设定的红色夹层。接着再来看释放状态的 RS Hopa 组件。首先，单个的 RS Hopa 单元组件需要安上一个透明的小支架，接着再安装上一个长的弧形延长臂。这4枚 RS Hopa 浮游装置呢，都可以安装在一个总集成的基座上，统一有序的感觉很不错啊。再取下第13号机的背部盖板，底下盖住的脊柱盖板呢也随之取下，这里很不好抠啊，推荐借助一下工具，插上刚才组装好的浮游状态的 RS Hopa，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Q 中展开防御姿态的第13号机的造型。会注意到浮游炮形式的 RS Hopa 虽然与设定稿分色略有不同，但巧妙的这个金属色运用呢，让这组配件显得非常漂亮。我这里也学习了官图，把 RS Hopa 摆成了一个螺旋状，同时搭配肉魂初号机 2.0 的 AT 立场零件，辅以肉魂的2号机 2.0， 也可以略微还原出在中央教条中那一战的场面了啊。总之，光是 RS Hopa 这一整组配件就能和其他机体搭配出不少的剧情玩法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同时，背后的接口还可以安装另外的支架组件，还挺紧实的啊，只是高度不太够的样子。最适合背后的这个孔位的零件呢，反而是另一盒改8号机 Gamma 的神话光圈。这么一安，虽然和剧情中的样子并不是完全一致啊，但的确很适配。再搭配一对朗枪，第13号机发动各种冲击时的神话造型就可以做出来了。这真是一个经典的造型啊，非常有气势。而且就算是这个小比例的第13号机，这么一摆，真的是特别的大。并且呢，搭配单个的朗枪和儿子对枪时的造型也就可以摆出了。只是副手臂毕竟是塑料玩具，很硬，可动范围拉伸也不会太自由，做不到像动画里那样时大时小更加贴服的效果。不过呢，也够看了啊。接着和初号机搭配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帅气，还原出了剧中甚至是 Robot 魂自己这次外核峰会背后的主推造型。尤其是父子2把枪这么一对碰，画面感相当有冲击力。OK， 真的是洋洋洒洒的一大期啊！我就来总结一下。这款肉魂第13号机整体非常优秀，比例调整成了已经很接近 Mayfax 的水平了，只是还是略微保持了一些肉魂头大的小特色。整体多为成型塑料，但质感和把玩手感都属上乘。如果之前肉魂系列的 EVA 是外观和把玩取了一个折中的存在的话呢，这次的第13号机则是更进了一步，在小比例里就是目前最好的选择，我非常推荐。